川普放出狠话，说要给中国商品加征60%关税。这位美国准总统刚一张嘴，整个中国外贸圈就炸开了锅。不过说实话，这可不是在唱空城计，咱们来看看数据就知道了。某政府智库的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真加征到60%，中国对美出口能直接跌7%，进口更惨，能跌8.4%。这什么概念？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算算，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大概5000亿美元，7%就是350亿美元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够养活好几个省的外贸企业了。有意思的是，这波关税威胁反而让中国出口短期内虚火上升。为啥呢？都是在抢出口，就跟超市要涨价，大妈们都去抢购一个道理。这不，航空货运需求都给带起来了。但这种虚火能烧多久呢？我们再看看2023年的外贸数据，陆运还算有点起色，前20家企业的营收达到846.7亿，同比涨了29.1%。但再看看空运和海运，那真是一地鸡毛。空运前50家企业营收1085.6亿，跌了27.4%。海运更惨，前50家总营收1671.7亿，暴跌44.8%。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疫情后的正常回调，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当前全球局势动荡，乌克兰战争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转，而巴以冲突更是让红海航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反复无常让众多外企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扩大在华投资。更令人担忧的是，东南亚诸国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的市场份额，试图在这场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分得一杯羹。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中国外贸的处境雪上加霜。中远海运的一位大佬说得好啊，2025年那可真是多事之秋。不光是红海问题，美国港口的自动化改革、航运联盟重组，哪个不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绝的是，现在连我们引以为傲的国际货代业务都被人家说不够格。那份蓝皮书里明确指出，中国在运输服务贸易方面还存在利差问题。说白了，就是挣的都是辛苦钱，赚不到高附加值。这不，商业内幕都出来唱衰了，说企业都在赶在明年1月20日川普上台前抢月货。凯投宏观更是直接指出，这波出口增长就是虚的，都是在透支未来。但更让人揪心的是，川普最近放出的狠话可不止对付中国。他说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征收25%关税，对中国还要额外加征10%。这是要把全球贸易秩序搅个天翻地覆啊！不过呀，这要说起来，这位美国准总统倒是给咱们支了个招。他说要等中国停止芬太尼流入美国才罢休。这意思是不是还能谈？只是现在的问题是，这60%关税的大棒已经举起来了，就看什么时候要落下来。你说这些外贸企业现在能睡得着觉吗？大家可能还在担心60%关税的事儿，结果美国那边又放了个大招，要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之前咱是 VIP 会员，现在直接被降级成了普通用户，而且还是那种可能随时被拉黑的那种。说到这个 PNTR， 那可是中国在2000年好不容易才拿到的黄金通行证。有了这个身份，我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就跟他们的盟友待遇一样。你看看数据就知道多重要。2000年中国对美出口才可怜巴巴的500亿美元，到2024年翻了整整10倍，达到5000亿美元。这叫什么？这叫躺着赚钱的好日子啊！不过现在美国人后悔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直接在报告里说，
中国这些年就是在窃取知识产权，操纵市场。这话说的就差指着鼻子骂了。更要命的是，众议院的穆勒纳尔已经开始推法案了，要把中国这个 VIP 会员给注销了。根据申万宏源的分析报告，一旦美国取消中国的 PNTR 待遇，对华关税将从目前的 19.3% 骤增至 60% 以上。这种关税壁垒将对中国主要出口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集成电路以及矿产制品等支柱性出口产业将全面遭受关税暴涨的冲击，这些产业的利润空间将被严重挤压，甚至可能导致大量企业面临倒闭风险。这种全方位的关税打击将给中国外贸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最搞笑的是，《环球时报》找了个专家说，美国经济承受不了，全球经济会陷入动荡。这话说的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但华盛顿智库的专家可不这么想，人家直说明年共和党要是全面执政，取消 PNTR 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且现在的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已经达到 19.3% 了。要知道，2018年初的时候才 2.3% 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已经有 48% 的出口产品实际上不再享受最惠国待遇了。更吓人的是，美国人打算专门为中国开个小黑屋，在他们的协调关税表里专门开个第3栏，就为了收拾中国。这招狠啊，直接把中国产品打入另类，想加多少关税就加多少。现在中国经济本来就不太景气，房地产都快贵了，就指望着外贸撑着。结果倒好，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要被人抽走了。商务部副部长虽然说要积极对话，但说实话，就看人家美国人愿不愿意搭理你了。更糟的是，一旦 PNTR 没了，那些跨国公司还敢把订单给中国工厂吗？东南亚那些国家可都等着捡漏呢。一想到这，那些外贸工厂老板估计连觉都睡不好了。最近中国外贸圈可热闹了。都说2024年1月20日是大限，川普要上台了，那可不得抓紧时间抢出口吗？彭博社最近做了个调查，这结果让人直冒冷汗。光是为了躲这个关税，今年中国出口总额预计能冲到 3.548 万亿美元，比2022年的历史记录还要高。这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第4季度的出口增速预计能达到 7%。要知道，这可是在全球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创下的奇迹。但说白了，这不就是在透支未来吗？就跟你知道明天要涨价，今天赶紧去超市扫货是一个道理。国际金融机构分析指出，目前的出口激增实质上反映了外国企业的恐慌性囤货行为。这种短期的外贸繁荣，实际上是中国外贸的最后疯狂。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近1万亿美元。这个看似亮眼的数字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此巨大的顺差反而可能成为他国指控中国实施倾销的有力证据，这无疑会为未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埋下隐患。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尴尬的现象，出口是涨了，可进口却原地踏步。这是什么情况？说明国内需求不振呗。央妈也急了，预计第4季度要降准25个基点，就指望能多放点钱出去刺激经济。银行的经济学家更是说得直白，这次的关税冲击可能比2018至2019年还要狠。但中国现在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低了，而且也准备了应对措施。什么应对措施？不就是让人民币贬值，转移产业链吗？然而，这些应对措施的实际效果值得质疑。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已从2018年的19%降至目前的16%左右。与此同时，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却持续攀升。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加上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和日益明显的去中国化趋势，都在动摇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些数据无不显示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更让人揪心的是，现在连年底旺季都不旺了。我有个做外贸的朋友说，以前这时候工厂都是3班到加班，现在呢，订单量连往年的1半都不到。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着看川普上台后会怎么收拾中国。中国商务部最近也坐不住了，赶紧出台了一个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说白了，就是要指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但说实话，这种文件咱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效果嘛，大家都懂的。最让人无奈的是，这一波抢出口带来的后果可能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因为等明年关税真的上来了，那些现在囤货的外国公司肯定会减少订单，到时候外贸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这不就是在饮鸩止渴吗？所以啊，我觉得当务之急不是去想怎么抢出口，而是该认真想想，如何提升产业链水平，不能老是靠低价取胜。怎么扩大内需，摆脱对外贸的过度依赖，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要加快了。新的贸易伙伴得赶紧找，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像那句老话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到底还能撑多久？外贸企业又该如何自救？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